大家好，我是李灿啊。今天咱们继续边走边聊啊。想不到今天又是一个艳阳天啊，就天气特别好。因为昨天说实话，这个变得特别冷啊，感觉好像降温降了10几度啊。我昨天一个朋友从这个老家过来啊，他是我高中的同学，不只是高中，突然想起来初中的时候我们俩就是同桌啊。真是好久没见，大概有20年没见了吧。就从这个高中毕业之后，为什么昨天跑去见他呢？是因为之前去年的时候，就是我当时做手术之前啊，他来西安出差的时候就说呀，咱们约一下啊，好久没见了啊。当时呢刚好啊，我要做手术啊，他刚他那天刚好有时间的时候，我刚好开始住院了，所以就没见上。其实当时说实话吧，一开始是有犹豫的，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只是最近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人到中年呢、就这个怀旧的感觉啊，念旧的感觉变得愈发的浓烈啊，就是开始总是会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小点的时候，所以现在呢，有时候会通过社交媒体啊之类，和之前的这些朋友保持一定的联系啊，比如说在他们这个发的朋友圈下面呢，给他们发个评论呐，开开玩笑啊。因为我这个同学，我们算是朋友吧，就以前算是挺好的朋友，但因为人生的轨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渐行渐远了。但他最近开始和他的女儿开始做这个公众号，就讲一些中国四大古典名著啊等等，对《红楼梦》等等，而且他自己又做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对微信公众号，刚才那个应该是视频号啊。他和他女儿，就是他给他女儿讲这个东西，所以我有时候会在底下评论啊，就是过去的岁月的很多东西就会回来。因为我们两个当时关系比较好，是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喜欢中国古典的东西，古文啊之类的，古代这些小说呀、等等啊，所以有很多交集啊。但是后来渐行渐远吧。他大学读的是金融还是好像是金融还是财经，我忘了啊，在南京读的大学，我在重庆读的大学啊，基本上交集很少，因为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父母就搬离了原来生活那个城市，而他父母呢，好像也搬去了这个杭州啊，所以呢，我后面等到大学毕业之后，就来西安了。他基本上也就生活在杭州啊、上海那一带啊，所以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反正我觉得这就是人吧，人生很多时候就是和有一些人在一定的时间啊，你们会相伴一定的时间啊，但慢慢的就是可能这个纽带啊断了，就没有机会一直在一起了，肯定就会渐行渐远，这就是人生啊。今天为什么说到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人生呢、对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公平的，对不对？他不会对我不能说完全公平，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平的，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当然，有些人天生啊，就是含着金钥匙这个出生的，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就算有些人是天生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的人生未必就能保证完全的平平顺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认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就来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啊，认识自己，如何认识自己，以及为什么认识自己，以及在这个学习中文的时候，认识自己是不是特别重要？对，我觉得，说实话，这点是我之前在和可人老师啊、茶叔他们聊天的时候想到的。我觉得学习语言的话，你不只是死板的去学习语言，其实在很大的一个程度上啊，我们要从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出发，
就是你是怎样一个人，它其实会导致很多事情，会造成很多事情。就比如说造成你学习语言，就学习中文的方法是怎么样的，以及你最终的成就是怎么样的。因为学习语言，说实话，它也就是学习一样技能，对吧？你在人生从小到大的过程中，你是如何去学习的？不只是学习知识了，我觉得学习各种东西，你是以怎样的态度？你会采取怎样的方法？你会不会半途而废？你最终有多大的毅力去克服困难？这些所有的点都最终会造成，会导致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大家不妨啊，就是真正的静下心来，先去想一下，就是你在学习中文之前，在花很多力气之前，就一时冲动之前啊，就是我要多久学会中文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啊，在发酵宏愿之前，你好好想一下，静下心来想一下，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可能对你最终的中文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的。其实吧，我觉得这点也是让我感慨良多啊。来，我们往这边走一走。我突然发现今天还挺自在的啊，迎面走来很多人啊，我都无所谓啊。而且呢，说句闲话，就是这样边走边聊的话，我仿佛沉浸进入了一个泡泡里头啊，不是粉红色的泡泡，一个泡泡里头，这个泡泡将我和这个外界隔离开来，我并不是特别在意。你可以想象成它是一个语言所形成的泡泡，我边说话啊，我这个泡泡外层啊，就越发的坚固啊，所有的话都在里面变成一堵墙，透明的墙啊，所以外界与我何涉啊？外界与我何干啊？人们如何想，如何看，与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又导向这个话题，就是我是怎样一个人。这一点其实是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啊。我觉得我的观众里头，其实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不管你是现在还是小学生啊。我之前看到大叔留言里头有一个新加坡的9岁的小学生啊，他也给我们留言啊，所以有小学生啊。而且肯定有年轻人20几岁、10几岁的，30几岁，像我这样40几岁、50几岁，甚至有些年龄比较大的，他们已经退休了，想学一门东西啊，也很多啊。所以不管你是哪个年龄层次的人啊，我觉得认识自己都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的，而且认识自己都不晚。其实我觉得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都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我们一开始不是一个特别具有自省精神的人，所谓的自省精神就会去反省，就是今天我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呢，做的东西它到底对不对，而且我今天有些事情这样做的话，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有没有去想一下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我有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啊？以前呢，我记得在上学的时候，老师老和我们说，就是说，你们今天在课上学了这些东西，回去之后呢，应该像放电影一样啊，把老师这个和老师教你的东西，你都这个回想一遍。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基本上很难实现啊，没有人真正的这样实现过，包括老师自己。但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最终呈现出来的这个结果肯定也不一样，有些人可能真的去这样做了，说不来对他而言，他或许真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我为什么突然这样想呢？就是在中国清朝末年的时候，曾经出现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啊。清朝末年啊，就是这个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啊，对，而且这个时候是应该算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候啊。清朝的时候，清朝嘛，很多人都知道留着辫子啊，中国人当时留着辫子。当时它本身其实也有内忧啊，除了外患之外有内忧，有一个太平天国运动啊。太平天国运动很有意思啊，今天不在这里细讲了，其实一个农民起义类型的，但是它结合了
西方的宗教啊。后来呢，通过这么一个人，去最终把这个内乱平息的。他的名字叫曾国藩啊。曾国藩，我最近在看他的这个传记啊，有一点其实挺吸引我的。就曾国藩一开始的时候，中国古代不是有科考嘛，科举考试，大家知道吧？就是当时是这个突破阶级瓶颈啊，最终可能你要是考取了这个功名啊，能当官的，对，这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一个最为向往的路径吧，也最有希望，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啊，进入另外一个阶层的一个路径啊。但现在而言，其实就像有点类似于高考啊，但它比高考更好。是中国古代培养人才的这么一个，就是筛选人才这么一个途径啊。就他当时考这个科举，连考了第7次才考过啊。而且从他的这个描述里头，他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而且吧，他其实性格上呀等等都有很多的问题啊。他是出生在这个湖南的一个小地方啊，所以他的眼界呀、想法呀，还有脾气啊，都有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他后来就怎么做呢？他后来听从了一个师长的建议，每天开始写日记。一开始写日记的时候，其实也是那种，流水账一样啊，就是今天去谁家吃饭呢？今天去哪里玩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现在的这些学生感觉也差不了太多啊，就是感觉好像在应付差事一样。但后来他突然痛定思痛啊，就觉得这样不行，这样没有意义啊。他就开始真正的开始每一天写日记，也不会写特别长，但写日记呢就做到这个有的放矢。就是我写这些东西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它能带给我什么？所以他就开始真正的开始剖析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然后把它写下来，就真正面对自己内心啊，血淋淋的剖析自己啊，对，看到自己内心最为肮脏的龌龊的一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每个人因为可能从小到大有这么一个生存模式啊，养成了这么一个生存模式啊，这其实是我们现在读这个心理学的时候老会去看到的、想到的地方啊，在意的方面，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经历，对我们现在这个一些方式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意义啊。对，怎么这么暗？我是管他呢，往这边走一下看啊，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在意这些生存模式，因为这些生存模式其实是让我们活下来一个关键所在啊。不要以为现在好像长大以后觉得小时候其实挺顺利的，其实不是啊。我们小时候的人生其实不由自己做主的地方特别多啊。我怎么感觉到这个头发不由自己做主的地方特别多？因为我们特别弱小，依附于父母，而且父母他本身可能有自己的局限性，也有这个问题，而且当时环境可能也有问题。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东西，负面的东西、经历的东西都忘却了，所以形成了大部分人形成一种这个习惯的思维模式啊。或者这种生存的策略，这种生存策略其实会让我们去规避很多痛苦的东西，我们不去看不见它就是不存在的，对不对？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不存在的，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生存的策略，我们看不见它，所以它不存在啊。这其实就是曾国藩的这个写日记的目的，因为自己从那个时候开始。从小到大吧，应该这样说，他已经形成了这个很强的这个生存策略，他会规避很多东西啊，避免自己去看到不开心的事情、痛苦的事情啊。其实这个点我自己是有印证的，我从小的这个生存模式造就了，就是我其实不是特别愿意面对自己的内心，我不希望面对让自己不舒服的地方，你出现不舒服的地方，我都会去规避它，去逃避。不想面对啊，因为面对它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比如说，我不喜欢面对情绪，
不喜欢面对自己的情绪，不喜欢面对他人的情绪。所以这些东西，因为它让我不舒适，所以不舒适的话，我就会想尽快的想办法去压制住它啊。所以这其实会造成一些问题，比如说人和人之间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夫妻之间相处的时候，你假如不能真正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啊，你不敢勇敢的面对自己的内心，那问题的话，它就没法暴露出来。如果问题没法暴露出来，就是这个问题可能应该是能暴露出来，问题暴露出来呈现出来，但是因为你没法面对自己的内心，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那这个问题其实是得不到解决的，你就永远会呈现在一个泥潭里头。所以曾国藩写日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认识自己，了解自己，让自己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后来他真的做到了，真的做到了，日积月累。而且同时啊，你知道吗？他写日记写完之后呢，过一段时间他就会把它给他的朋友们去看，让他们做评语啊，这其实有点像现在的这个微博一样啊，外国就是 Twitter 一样啊，你写下一些东西啊，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为了像很多微博的这个大 V 啊，像 Twitter 上面那些人一样，他不纯粹的，有些人是纯粹的为了展现自己。只把自己比较好的一面啊展现出来，让大家羡慕他过的生活，他的为人等等。但是这个曾国藩他不是这个样子，曾国藩是为了展现自己，剖析自己，同时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能看到自己之前的这个认知的局限性造成的有些东西看不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确实特别特别好。我们有时候就是需要去面对自己，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最龌龊不堪的东西。很多东西你越是害怕去面对，它会变得越发的强大。它就像你内心深处的一个漩涡一样，它会不断的吸收你这些东西，然后在你内心深处会掀起越来越强的那种风暴，最后甚至吞噬你这个人。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是真的特别特别重要。我现在不能说完全认识自己，但是我发现其实在开始做这个自媒体以后，我慢慢形成一种就反复的去看自身的这么一种习惯啊。因为说实话，大部分人是不习惯去看自己的，不习惯去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说过的话。但是呢，因为我要做视频啊，我不得不去看自己，去了解自己，更深入的剖析自己。比如说说中文啊，作为一个中文老师，最基本的这个素养，对吧？就是中文说的怎么样，对吧？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肯定不是一个中文说的特别特别好的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带着比较重的口音的，而且面对一些镜头的话，说话的时候是磕磕绊绊的。那这些东西是如何克服？如何克服呢？其实我在很多场景下啊都聊过这个问题。因为对于就算是一个母语者啊，你说话也是需要经过锻炼的，你也是需要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去改正的。这就是看自己，回看自己，审视自己。因为我会不断去回看自己的视频，然后做字幕，还要剪辑，我就会发现自己说话的问题所在。我发现自己是不是特别的黑不溜秋的，走到前面看一下，转个方向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存在的意义。往回走吧，太暗了。今天人格外的多啊。这个其实也在，就像我说，我要把自己沉浸在这里头，不去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这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做人不过就是，说实话，需要不断的去反省，去找到自己这个问题的所在。你像现在路上当然有很多人在跑步，对不对？其实对于我而言，我就做不到，我不想跑步，因为我觉得跑步太累了。这可能是我自身要去面对的、去克服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现在继续回到主题上，就是为什么需要认识自己、了解自己？
为什么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对你学习中文那么重要啊？因为你从小到大形成的这些习惯模式，可能会让你去规避一些东西，特别是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出现了困难的时候啊，这是人的一个思维定式啊。人都是趋易避难的啊，因为怎么简单怎么来啊，谁不想安安逸逸的，对不对？为什么要选择最困难那条路呢？对不对？为什么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去躲避它？为什么面对困难的时候只有一种方法呢？难道就只有迎难而上就行了吗？这个其实未必是对的啊。面对困难的时候，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想办法用巧劲儿。当然可能也需要这个努力的这个劲儿，但其实巧劲儿也很重要。很多人做事情的时候缺乏一种灵活性，就学中文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中文老师说，哎，还有这么一个方法，哎，听说不错哎，我觉得挺好。或者另外一个，哎，中文学得特别好的同学，他在比如上了我们大叔中文，分享了一些自己的方法，哎，比如这个时候你听了觉得，这个方法挺好哎，我应该学起来啊。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细细的去想一下，这个方法适不适合你，对不对？因为方法是死的，人是活的。适应一个人的方法未必适应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时候认识自己就格外的重要。你假如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你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这个做事情的方式为何啊，那样其实你就算有很多方法全部堆在你的面前，对你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为你没法运用它们，它们对你而言只是方法，他们没法落地，没法实行。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为什么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很多事情都没有成功啊？我是觉得学习语言当然得有天赋，有些人的听力特别好，有些人的模仿能力特别好，那就是老天爷赏饭吃啊。但是归根结底，我们每个人不是都会说一门语言吗？当时是怎么学会呢？当然，很多人会和我说：“老师，那个我们小时候学习自己的母语的方式和这个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呀。学二外啊，学第二门外语的或者第一门外语，我在说什么？学这个第一门外语的时候，它的方式肯定和我们学习母语是不一样的呀，是不是啊？老师，你不能把它们等量齐观起来呀，不能让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东西啊。”但是我觉得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不一样的，但在另外一种程度上，它又是一样的呀。它语言这个东西，它不过就是输入输出的一个过程，只是你们可能已经长大了，或者说我们可能因为已经长大了，所以忘记了我们当时是怎么学习语言的，因为这种东西不会保留下来。你可能忘了，假如你现在有一些小时候的录像，其实你就能明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你可能都不会说话，自己的母语是没法表达的。也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都在听。对的，那个时候你很小，你就去听你父母或者你的家人在和你说话，你就这样睁着懵懂的这个眼睛，对，看着他们，然后耳朵吸收进去，就是不断的吸收。就是输入的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有了足够多的输入，才能有慢慢的输出。所以你也会发现有专门一个词儿叫耳语，对吧？耳语是什么？小孩子说话的时候不清不楚的，吐字不清楚，然后句子不连贯，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都会觉得小孩子说话，小孩子这样说话很可爱，对不对？但是假如换到你自己是成年的时候，让你自己这样牙牙学语，对不对？像小孩子一样说耳语啊，你会觉得很丢脸。为什么？这其实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负担，其实未必是别人的想法，别人未必这么想，是你这样想，对不对？学习语言，它终究就是学习语言。或许在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个黄金期啊，你学习语言更容易，对吧？
但是我们也肯定能找到一些共通点嘛，对不对？就是那个时候你不学会这门语言，你就会饿死，你就没法和家人交流，没法沟通。这个其实也是屡见不鲜的一个例子。就比如说你在一个，假如说你在中国吧，假如你在中国生活，你就一定能学会中文吗？未必吧。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外国人的一个粉红色的泡泡里头，对不对？你过得自在安逸，你为什么一定能学会中文呢？对不对？所以没有任何东西是说一定的，你的主观能动性非常重要。你觉得，假如我不学会中文，我可能在这个地方我就会死。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我觉得你可能学习中文这个动力更强，最终取得的效果会更好。假如你想想看吧，这个例子其实我在之前也说过，你现在就是被绑架，对吧？被俘虏了。比如说你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文明国度的这么一个人啊，假如你生活在古代，你是文明国度的这么一个人啊，有一回呢，你这个来到边塞啊，就是你们这个国家和这个野蛮人呢交界的地方，你被野蛮人给掳走了、俘虏了、绑架了，怎么说都可以。这个时候，你必须融入这个野蛮人的这个部落里头。假如你不融入，那你就可能只是奴隶而已，对不对？你只能做一些最基本的这些粗活。但是假如你能融入，你学会了他们的语言，其实呢，而且你本身有特别高的才能，这个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语言的优势，发挥自己的才能。那样的状态下是完全不一样，你可能就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啊。其实在中国古代不断的有这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啊，你们叫野蛮人，我们叫游牧民族，他们不断的南侵啊，也有很多中国人和他们合作，他们也会去学这些游牧民族的语言。那样的话，在那样的生活环境下啊，你是必须学会这门语言的。你假如不学会这门语言的话，你的人生就无望了。你可能真的只是能做最低贱的奴隶。但假如你学会这门语言，那你的前景就不一样了。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喜欢二元化的看问题，就简单化的看问题，非黑即白啊，对吧？那游牧民族它就是落后的，对吧？但游牧民族，假如你可以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他们，对不对？那样的话，说实话，他们可能就升级了，那你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呀，对不对？就说假如我们被这个游牧民族这个人给俘虏了，就在古代的话，那你就不得不去学，这是关乎生活的，关乎生存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假如它不够迫切，你可能就学不会。所以我们需要啊，不断的回望过去，回望自己，看清自己，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的从最根本上就学会一门东西。当然，学习中文也是如此啊。我们不要总是想着，哎，这样的话是不是不够好？自己是不是这样做有很大的问题啊？哎，我刚刚听到这个谁的歌，李健的歌，我突然之间啊，这很奇怪啊，我这个外面这层坚固的泡泡破掉了，因为刚才说话的这个出现了这个一个段落的结尾，难以为继啊。我发现今天又和大家聊了很多啊，就又锻炼身体啊，又锻炼自己的嘴巴啊。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语言能力啊，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啊。其实因为现在自媒体特别发达啊，比如说你相对几年前而言啊，在 YouTube 上这个怎么说呢？这个中文频道都比较少，中文教学频道都比较少。资源都比较少，但是现在资源其实非常多了，对不对？
优秀的中文老师啊，不断的出来，对吧？雨后春笋一样，一个个冒出来啊！大家的输入材料是真的特别多啊！像我们有大叔中文，对不对？还有我这个频道茶叔的频道啊，笨叔频道现在在歇业呢，后面也会做起来。当然，除了我们，还有别的很多中文老师。所以输入其实我觉得不成问题，最重要是输出。其实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语言能力的提高，就怎么把它这些语言从我脑子里一个个拿出来，变成我嘴巴上的这些能听到的语言，这个过程的转化，其实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就我上个视频的时候也聊了，就是我在回看过自己的之前的视频啊，2、3年前的视频的时候，发现那个时候说话方式啊，其实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高的地方。所以经过这2、3年吧，我觉得自己进步也不少啊，但是呢，还是不够快啊。所以现在我整个这个频道调整的策略，就是让自己不断的去输出。输出对我们中国就是中文母语者而言，它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语言更为清晰、更为流畅，更能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会磕磕绊绊。对于你们中文学习者而言，就让自己的中文提高一个台阶啊。所以可以试着去做一做，去多输出。而且假如你有兴趣的话，也开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勇敢的面对镜头去练一练，对不对？去练一练。要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操作也应该有，就是对着手机录一些自己说中文的这个视频，然后回听回看一下自己究竟问题在哪里。因为你只有真正面对自己的问题，面对自己的不足之处的时候，勇敢的去面对它，而不是逃避它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改变它，然后自己才能真正的提高啊，这点是尤为重要的。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哇，天气好美嘞！再见了，再见了。